命运高达是量产机，合着议长让飞鸟开着量产机去决战。我这里先考大家个列表啊，该列表是 CE 宇宙，就是 C 的纪元的简称啊，绝大多数机体通用的编码，像联合和扎夫特在机体编号上都会遵循这个规则，非常重要啊，请大家抄下来，回家背一下，明天上课前抽查啊。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联合这边的机体编号，比如大名鼎鼎的 GAT 系列，它的英文全称是也就是战术步行兵器。从名字上可以看得出，联合开发此类机体的初衷还是有一定考虑到重力环境下的作战的。这个可以稍后和扎夫特的 ZGMF 系列做对比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像剧中出现的初期五小强，他们的编号是 GAT X102 决斗、X103 暴风、X105 强袭，这哥仨还是按标号排的。可 X207 迅雷以及 X303 圣盾为啥在百位数上会突然差这么多呢？这个其实是联合编号体系的另一个规则，即100号为泛用机，200号为特殊粒子机，300号为可变形机，而且它们还都是 X 开头的，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验证机。在高达系列动画有这么一个规律，就是一般情况下，验证机都是要比真正开始量产的机体要强的，甚至还是强很多。因为在验证阶段，测试人员基本都是把它当亲儿子对待，缺啥补啥，有时候甚至是不计成本的那种。而到了该量产的时候，就往往为了制造时间、制造成本、维护难度等而让路了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GAT X105 强袭与 GAT 01强袭短剑，同样是 GAT 系列，强袭短剑的配置呢，真是能减则减。当然了，这也跟局势有关。那会儿联合时间紧迫，能赶着做出来第一批量产强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不过上述情况呢是针对量产机的，如果是针对真正的特装机来说 ，X 一般反而会比不带 X 的弱。最简单的例子呢就是 GAT X370 强夺高达与 GAT 333制式强夺高达。这里的 X370是为了紧急给强化人配备机体，在配置上做了一定的取舍而制造的。真正完整的强夺高达应该是 GAT 333制式强夺。虽然联合这边基本上所有的高达都属于 GAT 系列，简称为 G 系机体，不过呢也有一些，尤其是外传中会采用 CAT 的编号，全称是复合战术型兵器，开发者是欧亚联邦，代表作就是骇伯龙了。毁灭高达也是比较特殊的，它是 GFAS 系列的，全称是战略步行兵装机动要塞。目前该系列就这一台，除了高达系列，联合也有很多其他系列编号。这里我们就说一个历史最悠久的 TSMA， 全称前线镇压用机动兵器，代表机体就是木叔的莫比乌斯零式了。由于联合是由大西洋联邦、欧亚联邦、东亚共和国等多个联邦组成，因此他们的机体系列编号很繁琐复杂。相对来说，新成立的军事组织扎夫特就要容易分辨很多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ZGMF 系列，全称无重力下用战斗机，就是扎夫特这边的 MS 系主线。开发初衷呢是宇宙用机体，与联合的 GAT 步行兵器在命名上就有着鲜明的对比。毕竟扎夫特本部就是在宇宙中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 ZGMF 系列的代表机体，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自由高达来说，自由编号中的 X 代表的是视作机， A 结尾代表它是核能机，组合起来就是宇宙用核能视作机10号，这就是自由高达编号的含义。那么针对地球环境的 MS， 扎夫特又是怎么命名的呢？首先 ZGMF 系列就有相关分支，像是航空用的 ZGMF X24S 混沌高达，海战用的 ZGMF X31S 深渊高达，陆战用的 ZGMF X88S 盖亚高达。另外呢，每个环境下也有各自的具体编号。陆战方面，像 TMF-A 系列，也就是巴库他们，以及 TFA 系列的扎乌特。空战方面则是 AMF 空中机动战斗机以及 AMA 空中机动攻击机，海战则是 UMF 水下机动战斗机。当然了，扎夫特除了这些比较派系分明的系列以外，也有很多其他编号，大多数都是拜外传所赐，咱们就不讨论了啊。最后呢，咱们再来说说命运高达，编号是 ZGMF X42S。咱们一开始讲过 X 代表什么呀？对， X 代表测试机。 S 结尾代表什么呀？对，代表第二阶段，也就是跟脉冲他们算是同一时代。虽然它的性能早就远远超过第二时代了。那么为什么结尾是 S 而不是代表核能的 A 呢？因为当时毕竟还是有一战停战条约在，虽然命运是核能混动，但为了面子上说得过去，还是没有直接把 A 写世人脸上。相对来说，拉克斯那边的终端机研发出来的强袭自由，它原本是条约出来以后，扎夫特就停止开发的机体，结果终端机搞过来，顶着条约开发完了。一旦有人问你们违反条约研究核能机不说，咋名字也不遮掩一下呢？他们就可以说，哎呀，人家扎夫特就管它叫 ZGMF X20A 了，我们只是照章办事罢了啊。
突出一个有恃无恐啊。接着说命运啊，它是 X 开头，也就是说呢，它是测试机。虽然原计划是要量产，但到最后啊，也就做出了2台，型号还都一样。那么接下来就要分2种情况了。如果说计划中要按照命运甚至是更高的标准来量产，那就是制式量产。这种呢，一个是扎福特短期内实现不了，一个是它与咱们惯性思维中的量产等于低端不同，它依然是高端机。而如果走传统的阉割量产路线，那可能最后编号啊，就是类似于 ZGMF 50T 这种，性能不如飞鸟的测试机，但更便于生产。所以说啊，飞鸟的命运无论如何都是当时扎福特最顶尖的机体，并不会因为它有量产计划而落下逼格。议长对飞鸟的投资啊，也是直接拉满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堂内容就这么多，大家记得回去背一下编码表，再把课后练习题做了，明天抽查啊。下课。自由的计划，从而啊连计划带人一并给消灭了。可是有的博主啊却将该计划描述为造福全人类的正确道路。那么官方设定集的原文到底是怎么描述命运计划的呢？今天啊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命运计划的具体内容以及一些详细规则。命运计划被迪兰达尔视为是赌上人类存亡的最终防御对策，通过收集全人类的遗传因子，再加以分析后，以基因为唯一参考目标，为所有人分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，建立一个不谈出身、不谈血统、完全分配制的社会制度，并借助这个系统解决人们对利益分配的不满，也就是战争的源头，从而实现永久的和平。而适合自己的工作，甚至可以说，这种按才分配的制度是一种社会主义。这是设定集里的原话啊。在计划执行方面，主要分为3个阶段。多数自然人来说，咱们的基因啊都是平平无奇的，人家天上的6000万调整者可不是吃素的，个别人除外啊。他们基本上就已经把所有最好的职位都给占满了。然后呢，150亿自然人这边，咱不多说了啊，至少有1%的人对应各个领域都是上等马，剩下的99%的人那都是当小螺丝的份儿。这会面临什么问题呢？反正我都是做这个工作，我努力不努力都一样，反而会造成生产力的低下。然后呢，管理者一看，哎呀，这咋办呀？不给你们定工作量，看来是不行啊。接着就开始给你定 KPI， 达不到就罚。熟不熟悉？这跟现代社会有区别吗？甚至还不如现代社会，因为你连换工作的机会都没有。说不好听点的啊，命运计划真实行下来，跟奴隶制啊估计也差不多了。你觉得这样的社会真的能解决纷争？这不是逼着人民揭竿而起的吗？所以说啊，只有在火星那种开荒的环境下，命运计划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。毕竟啊，那就是追求人类工作效率的最大化。就这，在火星那边命运计划还失败了，你更别提拿到地球圈了。而至于迪兰达尔推行的命运计划，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？他是否是 CDD 战争幕后的推手？这个呀，就要等下期咱们再聊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为什么感觉高达作品里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低了呢？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。高达作为一个科幻动画，首先啊，里边的科技要科幻的恰到好处，观众才会爱看。可这些年的趋势却是，当大家习惯了18米高的钢铁巨人在剧里边蹦蹦跳跳以后，无论他们的打斗在现实中是多么难以实现，可大家都觉得这是没什么新意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今天啊，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每当谈到高达这个机甲形象的诞生时，大家都会津津乐道的说，当年富野就是想拍一个人类外骨骼装甲，结果厂商觉得巨型机器人更有卖点，才临时改成18米机设，60吨的重量。实际上呢，就是把人类的身高体重按比例放大了而已。做出的各种动作，如跑步、跳跃、射击，甚至是害怕，也都是相当拟人的。同时呢，还诞生了不少看起来似乎合理，但仔细一想啊，就觉得匪夷所思的画面。这种能够像人一样灵活运动的巨型机器人，配上各种酷炫的光束武器，驾驶舱内还支持实时影音通信，在上个世纪的人眼中啊，无疑是相当前卫的。跳跳的巨型机器人，现实中还真做出了迷你版。而大家也明白了，把这玩意儿放大10几倍，在重力的环境下，现阶段的材料科学是根本做不到让机器人做出这么激烈的动作的。当各种电磁武器、激光武器投入到实验中之后，高达剧中那些原本看似酷炫的武器呼呼的东西了。可惜呢，很多观众并不愿意买账，就是你拿奇迹来点缀剧情，让整部剧上升到哲学思考的范畴可以，但如果你把奇迹当平 A 来用，那就显得过于廉价且低端了。科技的发展与编剧的拉胯，这还只是一方面，观众想象力的枯竭才是最可怕的。现在无论你到哪个社交平台跟同好讨论高达的设定内容，都会有人跳出来说，你们讨论这个呀，真的有够无聊的，这玩意儿就不可能会造出来，或者说这不就是现实中的叉叉叉吗？而且动画里做的呀，还一点都不合理。最经典的就是当大家讨论到高达机设时，会有人说讨论个什么劲，这玩意儿做成人形就不合理，然后粉丝们就会说啊，其实大多数高达剧中啊都有类似于米氏粒子的东西干扰雷达，这时他又会说啊，这种东西都是瞎扯。再说了，雷达被干扰了，难道不能热追踪吗？不能红外制导吗？等等，就是真正的粉丝啊，
知道这些事儿经不起推敲，都只是在默认剧中一些潜规则设定的前提下来讨论这部剧。而那些连剧都没看过的人，却非要挤进来说一下，显示一下自己的学识。粉丝看了觉得可笑，路人看了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这也是为啥这种科幻作品越来越小众的原因之一了。但要我说的话啊，如果人类真的都慢慢变成了一些董哥的样子，连想象出来的东西都要玩了命的否定，那人类啊可能就真的没有未来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